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安装这个胡迪尼的一个 MCP，让它与我们当下最流行的一个 AI 工具 Codex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网传说官方会在胡迪尼22发布的同时会发布这个一个官方的 MCP，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的相关信息，也没有找到这个类似的这个官方的 MCP， 可能是一个误传吧。所以我就试着在网络上找到了这个第三方的一些就是个人开发者开发的这个 MCP， 其实有很多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直接与这个与其他的一个AI 工具，比如说 Cloud Code， 你像这个的话，这个开发者应该也是做了一个与 Cloud Code 的一个连接，但是他没有讲怎么去在 Codex 当中去安装，所以我就试着使用 Codex， 然后完成了这个操作这次我分享给大家。首先的话，我们要把它下载下来，是吧？你在这个地方下载，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下载都是可以的。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机器上，因为我使用的是 Windows， 它里面会有安装了这个 Python 3.13， 然后我安装了这个版本。有这个你下载安装了这个 Python 3.13之后，然后你记住它的一个路径，这个我们后面会用到。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胡迪尼的这个 MCP 的这个插件给它安装到本地的一个胡迪尼文档当中，也就是我们说的在这个文档里面，然后胡迪尼2122应该是都可以的。你找到这个 package， 我们把这个解压之后的这个工具我们就是下载之后，然后得到解压之后会得到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我可以看一下。然后反正我这边是我们会将它做一个改名成这个之后，然后我们把它拖动到这个 package， 你看会在这个地方同样的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拖进来之后，它会里面有一个 package 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复制，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把它复制，或者说你在这个界面就是 package 这个文件夹之后，你给它新建一个 JSON 文件，命名为这个与刚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FX 胡迪尼 MCP 的这个插件是同样的名称。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去，这样一个名称，双击打开之后，我们把这样一串代码，也就是这个地方，给它复制到这里。这个是我最开始就是的一个代码版本，就是我一直能用，所以我就没改。但是如果你们是首次安装的话，你就把这样一串代码给它复制到这里面，然后保存。注意是这个 package 的这个根目录这个路径里面。安装好之后，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下载的这个，就是你在 GitHub 上下载的这个工具包它里面是缺失这个toolbar， 就是与这个胡迪尼连接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实际上我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找一下，我们这地方的工具跟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看一下进来之后，你看首先它这有一个 3.13， 这里面的话
你看这里面它会跟我这边是有些不一样的。胡迪尼，你看它这里面有这些可能是没有的，然后就是它有一个 toolbar， 你看这个也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你如果不使用我的安装包的话，你仅仅使用它的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安装的，可能你需要通过与 Codex 去对话来达到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如果你使用我的这个安装包的话，它里面是带一个 toolbar， 对吧？有这个 toolbar 之后，你安装完之后，就是我刚刚前面的这些步骤，包括这个JSON 这个文件给它修改之后，然后你打开这个胡迪尼，打开胡迪尼之后，在这个地方 shelves 你会看到这个 FX 胡迪尼，然后你点击一下，它这个工具架就会显示在这个位置。然后注意一下，就是我这个地方默认打开胡迪尼是不会启动这个 MCP server 的，也就是这个 MCP 的这个服务器。你如果不启动的话，你不手动启动的话，你就算安装了，它也不会Codex 它是识别不到这个MCP 的。所以你打开你双击之后，比如说你需要点击一下这个 MCP server， 看这个地方我之前启动过你点击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显示这个 Service Ready on Port 8100，也就是说这个服务器以8100端口启动，是吧？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检测到，因为你看这个8100就是我们在 JSON 文件里面写到的。然后你看接下来我们会 shelf， 当你启动完之后，实际上这个安装就已经完成了。不对，还有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Codex 嘛，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看一下 Codex 这个配置目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用户名 administrator 点 Codex 这个文件夹，找到这个 config， 我们双击之后需要在这个配置的，因为前面都是一些我们说的一些默认的一些配置啊，比如说它的一个登录的一个设置呀、key 啊、burst 网址啊这些，你需要在这个地方需要把这一节给它加进来。我这边东西你不用管，你只需要在你使用这个 config 这个地方，把这一段复制之后粘贴在这里面，粘贴在这下面就可以。然后你看我这边其实也有的，也就是这一节。然后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Python 313这个位置一定是对应到你本地电脑的这个313这个绝对路径。如果你不是这个地址，你要给它改一下。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使用到的是 Houdini 22或者是 20.5， 这个地方也要对应的修改一下，因为这是个绝对路径嘛。改好之后，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安装已经完成了。然后改完之后，你需要完全退出并重启这个 Codex， 然后就是我讲的，你打开一个胡迪尼的一个工程文件，当你把这个 FX 胡迪尼这个工具架点出来之后，要启动这个 server， 你要显示到它是一个 start 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 ChatGPT， 也就是 Codex， 因为它现在合并了嘛，合并了之后它就叫 ChatGPT。我们打开，我们新建一个任务，我们可以检测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打开的工程文件，这个工程文件就叫untitled 到 heap， 解释中 untitled 到 HIP 文件中的这个节点吧 attribute Rango 2，然后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好，这是我刚刚就是使用这个 Codex， 你看做了解释这个节点嘛，你看它会把这个节点的一个含义写出一个这样一个 stick note，
会写出来它是具体是干什么的。当然了，你看它的处理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只有3分钟啊，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可以看一下，我其实写了一个这样一个 skill 去执行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让当我要使用一个解释某个节点的时候，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会调用这样一个 skill， 所以它执行起来会比较的快。不过这一次的一个执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用到我们这个 MCP 这个工具这个 skill 的话是你看我单独写了一个 skill 这个 skill 的话我会放在我的一个社区里面。如果你是没有这样一个 skill，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写。也就是说，当你使用 Codex 去做这样一个功能的时候，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让它去执行。执行完成之后，你直接告诉他，你帮我写一个 skill， 然后并且你告诉他一些触发的一个条件，那后续你也就可以调用这样一个 skill。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怎么去运用这个 MCP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工程，对吧？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将这些断开，也就是说现在这 PubNet 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让这个 ChatGPT 去修复它一下。修复一下这个 untitled HIP 中的这个节点 PubNet。同样的，我们稍等一下。我略过了前面的3分多钟，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看它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使用 FX Houdini， 包括这 Codex，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当这个地方显示这个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是调用到我们刚刚安装的一个 MCP 服务器。通过这个 MCP 服务器，它就可以直接去操作我们这个 Houdini 这个文件。我们打开这个文件，你看它刚刚已经就是手动的把它这个连接上了，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后续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测试，但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工作，它其实已经帮我们完成了。这边我就不等它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还有就是与 Codex 去合作的话，它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我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搜一下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工程，就是你看它就是传递，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需要操作到这个胡迪尼工程文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偷懒，可以直接通过 MCP 去使用 Codex 去完成这个操作。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工程，你看它需要达到这样一个，你看传递进来的这个 AA 属性满足 Attribute Transfer 1的条件的时候，这个属性才会有对应的属性值，而不是一传递进来就永久有这个 AA 属性值。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能要就人为去操作这个事情的话，我们需要动脑子去想，而你可能一时之间不会有解决办法，你可能需要想一段时间，那么你就可以试着让 AI 介入这个操作，它就大概花了4分多钟时间，可以看一下，你看它也使用到这个 MCP 去帮我们完成这个事情，最终它就得到的结果就刚好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这个工程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反正就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使用这个 MCP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是吧？你看这边其实它一直在操作，但实际上后面的我们可能不需要了。如果你想让这个修复的这个工作
让它更加的高效便捷。你可以写一个 skill， 让它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后续的这样一个验证呀，这些过程你可以让它去省略掉，它就可能就不会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干这个事情了。同样的，就是现在这个 AI 这个 Codex 其实非常强大。你比如说我之前，你看我就刚刚我也用这个 Codex 完成了这样一个程序化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我给它了这样一张高架的一个电力塔的一个图片，然后我告诉他你根据图片创建一个程序化的 heap， 并暴露出可调节的参数，然后他大概花了1分多钟给了我一个方案，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计划模式，然后计划模式在哪儿？对，在这个地方计划模式 plan 之后，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方案，然后你如果觉得他的方案合适的话，你就同意嘛。当然你也可以给他提一些意见，让他重新做一个方案。我就没有做任何更改，他大概花了你看45分钟的样子生成了这样一个 HIP，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个东西。这是暴露的参数，对吧？然后它是通过使用 Python 去写出来，因为它是完全照着这个图片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放在这个图片我没有保存，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看的话，你看就这么一个图片，然后它识别到有树木、天空、草地，然后它就用平面去代替了。然后你看，包括它的线已经有了，是吧？然后这个东西是我加的，让它反过来，我们就是边缘观察嘛，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给它去一下，对吧？你看，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一些参数，你看，把这个给它删掉。这是高度，对吧？这样一些，不用管。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架构啊，你看宽度啊，上面的宽度啊、高度啊，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说，你通过 AI， 其实你可以完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搭建，也就是说，可能就是最费时的那个操作，它可能就能帮你完成，或者说它能帮你完成前50%的工作，帮你节约很多时间。当然，这些可能有些参数你可能还需要去调整，可能不满足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细看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片，是吧？你需要把它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模型。如果说这个模型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它其实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起现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我们刚讲的就是这个分享的这些东西，我可能会放在就是我的社区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如果你不想加入社区也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可以通过与 AI 对话就完成这些操作，其实只是比较费时间而已，其实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好，谢谢。